星光体、欲望体。我们已经了解了人的物质身体可见部分和不可见部分。我们知道，作为人，一个活着的有意识的存有，在他醒来的意识当中，是生活在物质世界的。通过他的物质身体，他对自己拥有的知识和力量只能进行有限的表达。根据物质身体发展的完美或者不完美的程度，决定了他在物质层面表达的完美或者不完美的程度。物质身体限制了他在较低维度的运作，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表达的范围圈。不过，不能通过这个范围圈的那些，不能在地球上进行表达。因此，物质身体对人的发展非常重要。同样的，在没有物质身体的情况下，人在宇宙的另一个维度进行运作时，也就是在星光层或者星光世界运作的时候，他可以在那个层面对自己知识和力量的运用程度，也取决于他星光体允许表达的状况。再次，星光体是他的载具，也是他的限制。人不仅仅是他使用的载具，他内在有很多是无法在物质层面或者星光层面进行表达的，但是他所能表达的一切都可以被看作宇宙某个区域内他自身的一部分。他在这里可以表达出的自己受到物质身体的限制，他在星光层表达的自己受到星光体的限制。因此，当我们在研究中进行到更高维度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会更多地表达自己。随着他自己在进化中的发展，也逐渐地把越来越高的意识载具带向完美。现在要提醒读者，因为我们正在进入相对来说尚未被涉足的领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未知的。在这里也不会声称以下所有的知识都是绝对正确的，也不会要求观察的人具有完美的观察力。错误的观察和推断可能出现在物质层面，或者在物质层面之上的层面。要把这种可能性牢记于心。随着知识的增长和训练的增加，准确度会越来越高，这样的错误就会越来越少。但是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一名学生，因此很可能会犯错误，需要在将来加以纠正。这些错误可能体现在细节的方面，但是不会触及到一般的原则，也不会破坏掉主要的结论。首先，要清晰地理解星光层或者说星光世界的含义。星光世界是这个宇宙当中一个确切的区域，围绕着并且渗透进入物质层面，但是使用普遍的观察力无法觉察，因为它是由不同的物质所组成的。如果组成物质的最小原子被取走并分解，就物质世界而言，它就消失了。然而还可以观察到这个原子的星光构成，对应着星光世界中的固体物质。星光、繁星点点这个词不代表愉悦，但是许多世纪以来，这个词一直被用来描述超越物质的物质，所以很难把这个词拿走。这个词的采用可能是由最初发现星光物质的人决定的，因为相对于物质层面的物质来说，星光物质有着发光的外表。有关这一方面的学习，可以阅读由 Leadbeater 撰写的有关这个主题的手册。星光层，我们已经发现了物质层面的7种子状态，即固态、液态、气态，还有4种以态，它们构成了物质世界的无数种组合。同样的，对应着星光层也有7个亚层，这些亚层的星光物质同样也可以构成星光世界的无数组合。所有的物质原子都拥有着它们星光的外壳，因此星光物质构成了所谓的物质矩阵。物质层被嵌套在星光层当中。星光物质
充当着灵魂的载具。灵魂是滋养一切的生命力量，也是通过星光体物质流，灵魂可以环绕、维持和滋养物质层面的每个粒子。灵魂的能量流不仅仅给予了生命力，也产生了其他电、磁、化学等能量，以及吸引力、聚合力、排斥力等力量。这些都是合一的生命力量，在宇宙造物的海洋当中不同的表达。灵魂的能量通过星光世界得以渗透进入物质世界的以太层，以太体从而成为所有的能量进入较低物质层面的载体。通过物质层面，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能量的互动。观想这样的场景，假设其他的世界都保持不变，只剔除掉物质层面，那么我们仍然会有该物质在星光层的完美复制存在。我们进一步去想象，假如每个人都被赋予了星光层的感知力，那么人们在最开始不会觉察到他们的环境当中有什么异样。那些肉体死亡的人们在较低的星光世界当中醒过来，会发现他们就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还以为自己活在物质世界之中。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尚未发展出星光视觉，所以有必要让大家了解，星光世界是多维度宇宙当中真实存在的一部分。用心智的能力去研究这个世界，而不是用星光视觉去看。星光世界是存在的，事实上，它与真正的合一实相之间的距离没有那么遥远。相比之下，它比物质世界更加真实一些。星光世界中的现象可以观察到，就像观察物质层面的现象那样。然而，就像盲人看不到物质，很多事物需要借助仪器、显微镜、光谱仪等才能观察到。对星光层进行观察也是如此。没有星光视觉的人是看不到任何星光层的物质的。也有很多事物超越了普通星光视觉和灵视力的范围。但是在目前的进化阶段，很多人可以发展出星光感官的知觉，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这些能力，从而可以接收到来自星光层更微妙的震动。这样的人也很容易犯很多错误，就像一个孩子在使用他五感的初期也会犯错一样。不过这些错误会由积累的丰富经验纠正，一段时间之后，他在星光层的所见所听就可以像在物质层面那样准确了。不应该通过人为的手段来强迫这些能力的发展。在发展出对物质层面进行熟练的掌控能力之前，星光层的景象、声音和现象的渗透会让人不安，甚至震惊。当进化至一个成熟的阶段之后，人们在清醒的意识当中就可以接受一些不可见世界当中星光世界的景象了。因此，我们每个人不仅拥有着星光体，也可以让星光体处于整合的状态，从而进行工作，让意识通过星光体进行工作，而不仅仅是通过星光体传递能量到物质身体。每个人都一直通过星光体进行着运作，只有很少人的星光体可以在与物质身体分离的状况下运作。如果没有星光体的运作，那么外在世界和人的头脑之间就不会有连接，头脑也不会对外界施加在身体感觉上的影响做出回应。外界对感官的刺激先在星光体上产生感觉，再被头脑感知。星光体是感觉的中心，它跟物质身体一样，都是载具。就像费坦多哲学家所说，人通过星光体进行运作，也是通过星光体可以到达更粗糙的载体，就是物质身体。至于星光体的构成而言，它也是由7种星光物质组成。在这7种星光物质当中，也有粗糙和精致之分，很容易去想象一个状态良好的星光体。你可以把星光体想象成物质身体不存在的情况下，存在着一个更加精微、明亮的复制身体，可以通过灵视力进行观察。普通的肉眼不可见。刚刚说的是状态良好的星光体，而对于还不怎么进化的人来说，
它的星光体还处于早期的阶段，其轮廓不明显，组成单调而且杂乱。如果单独来看，它就像是一团无形态漂泊的云朵，显然不适合作为独立运作的载具。事实上，它更像是一个星光碎片，一团就像变形虫那样的星光原生质，而不是一个完整的星光体。一具良好的星光体意味着这个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智力修养或者灵性成长的阶段。因此，星光体的外观象征着其所有者取得的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星光体轮廓的明确性、星光材质的明亮程度以及组成的完善度，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使用星光体的灵魂所处的进化程度。至于星光体的改善而言，这个问题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很重要。我们必须记住，星光体的改善，一方面取决于物质身体的进化，另一方面取决于心智的进化和发展。星光体很容易受到思想的影响，相对于物质层面的影响，星光体更容易对思想世界的每一个刺激进行回应。比如，我们观察星光世界，我们就会看到它遍布了不断变化的形状。我们会发现思想形态，那些由元素精华组成并由想法激活的形体。我们也会注意到大量的元素精华不断的成型，然后又消失。若是仔细的观察，我们可能会看到思想的潮流让星光物质变得兴奋，强烈的思想掩盖了星光物质，并持续的存在很长一段时间，而那些微弱的念头则软弱无力，摇摆不定，从而让星光物质在想法的变换当中不断变换。人们的星光体是由星光物质构成，星光物质会对思想的冲击进行回应，并由每一个触发他的思想所激活，不论这种思想来自内部还是外部，不论这种思想来自其他人还是来自本人，也就是思想的主人。让我们从内部和外部来研究对星光体的影响。我们可以观察到它渗透进入物质身体，并且围绕着各个方向延伸，就像一朵云一样。颜色因为人的特性、人动物般的情欲而变化。物质身体之外的那部分被称作业力气场，这部分属于业力体、欲望体，通常来说被称作人的星光体。这部分从人的身体延伸出来的气场，看起来是与这个人分离的，其实不然。虽然从观察的角度来看，它具有误导性，用简单的话语来表述这个气场环绕着物质身体，实际上人居住在不同的层面，穿着不同的外衣，所有的这些外衣或者说载体互相渗透，它们中最低层面也是最小的，称之为身体。其他载体混合起来超越身体的部分，称之为气场。业力气场其实是蔓延出物质身体的业力身体。星光体是人类业力的载体，是动物般情欲和欲望的所在之处。如之前描述的，它是感官中心，是所有感觉产生的地方。在思想的冲击下，星光体不停地变换着颜色。如果一个人发脾气，就会出现猩红色的闪光；如果他感受到爱，就会有玫瑰红色出现。如果一个人的思想高尚且高贵，他们则需要更精微的星光物质来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回应。我们对星光体的这一变化进行了追踪。在思想高尚的情况下，它会在星光层的每个亚层丢弃那些更粗糙和稠密的物质，获取那些更精细和稀少的粒子。一个思想低下或者像动物般头脑的人，他们的星光体是粗糙、厚实、稠密的，颜色很深，颜色深到可以让物质身体的轮廓消失其中。而更加进化的人，他们的星光体是细腻、清晰，色彩是明亮的，非常美丽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较低的欲望受到管理，头脑的选择行动对星光物质进行了提炼。通过进行高尚的思考，
我们可以净化星光体，甚至是在没有意识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情况下。请记住，这种内在的工作会对从外部吸引附着到星光体上的思想产生强大的影响。若载体被其拥有者打造的习惯性的对邪恶的想法做出回应，它会像磁铁一样从周围吸引类似的思想形态。相反的，一个纯净的星光体会对这些邪恶的思想产生排斥力，并会吸引与其自身组成相似的思想形态来到自己身边。如之前描述的，星光体的一部分嵌入物质身体当中，受物质身体纯净度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了，物质身体是由固体、液体、气体和以太组成，它们或者精细，或者粗糙。这些精细或者粗糙的物质，反过来会影响包裹着它们的星光外衣。如果我们对物质层很大意，我们就会使用不纯净的粗糙粒子来构建我们的物质身体，然后就会吸引相应的不纯净的星光固体来到我们的星光体。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构建自己的物质身体时使用的是更加纯净的粒子，那么相应的我们就会吸引更纯净的星光固体。当我们通过进食干净的食材和饮用水来净化自己的物质身体，并从我们的饮食当中排除那些污染性的食物、动物血液、酒精以及其他肝脏和不洁之物时，我们不仅仅改善了意识的物质载具，我们也开始净化星光载体，而且会从星光世界中使用那些更精微、更细致的材料来打造我们的星光体。这种影响不仅仅关乎我们这一世在地球上的生命，对于肉身消逝后，也就是死亡之后停留在星光世界的状态也很重要，甚至也影响到我们下一次在地球转世时所使用的身体。这些会在稍后讲到。还有更多不纯净的食物会吸引属于星光世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星光实体，因为我们不仅仅在与星光物质打交道，也在与星光世界中那些元素灵打交道。元素灵是存在于星光层中较低或者较高类型的实体，由人的思想所产生。在星光世界也有堕落的人，被囚禁在他们的星光体中，他们被称为初等灵。元素灵会被那些星光体中还有类似星光物质的人所吸引，初等灵则会自然而然地去寻找那些沉浸于恶习中的人，就像他们拥有肉身时所做的那般。任何一位拥有星光视力的人，当他在伦敦的街头走动时，可以看到成群的令人生厌的元素灵聚集在肉店的周围。初等灵尤其喜欢聚集在酒肆周围，享受酒精散发出的恶臭，同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让自己附身于那些酒鬼的身体当中。初等灵被那些用粗制材料打造身体的人所吸引，那些人的星光体就处于这种环境当中。因此，当我们在净化物质身体的时候，我们也吸引了相应的纯净星光物质，然后在星光层的不同亚层打造着我们的星光体。当然，星光体的组成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使用的材料。通过净化的过程，我们的载体会变得越来越精细，它们从而不会对较低振动进行回应，并开始对星光世界中较高振动的影响进行回应。因此，我们是在打造一种载体，通过其组成成分对外界影响的敏感程度，该载体逐渐失去对较低振动做出回应的能力，对较高振动做出回应的能力同时也在增长。这个载体被调制到在更高的频率上进行运作。正如我们可以通过琴弦的长度、直径和张力来产生相应的振动那样，当我们所处的环境存在着和谐的频率时，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星光体来产生共振的和声。这不仅仅是一种推测或者理论，这是一个科学的事实。就像我们可以去调整琴弦，
我们可以调整我们星光体的弦。因果法则是宇宙的通用法则，刚刚所陈述的内容符合因果法则。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知识，以及将知识付诸实践的意愿。首先，若是你乐意的话，可以先把这些知识当作假设，结合你所知道的低等世界的那些事实去进行实验。之后，随着你的星光体不断的进化，这些假设就变成了知识，这将会是你第一手观察到的知识。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去验证那些最初被你当作假设的理论了。我们掌握星光世界，并且在星光层进行真正服务的可能性，首先取决于进化的过程。有一些修行的方法可以锻炼星光感官，以理性和健康的方式帮助星光感官的发展。但是，如果这个人连最基本的净化准备工作都不去进行的话，这些修行方法也不会有太大的用处。通常来说，人们渴望去尝试一些新的、不同寻常的方法，但是若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准备阶段都不去进行净化工作的话，进行修行上的指导是徒劳的。假设让一个没有进行任何准备工作的人开始一些基本的修行，他会很积极热情地去接受指导，因为这是新颖的，因为他与众不同，因为他希望很快就得到结果。在他接受修行指导还不到1年的时间，他就很快可能会厌倦了日复一日的训练，而且会因为没有看到即刻的成效而感到沮丧。若是他不习惯坚持不懈的努力，稳固扎实的日复一日的坚持，他就会崩溃，放弃修行。当新奇期过去，就会出现厌倦。若是一个人不能通过在日常生活的吃喝中短暂的克己来打破饮食恶习的束缚，来完成净化肉体和星光体这种相对简单而容易的职责，那么对他来说，出于新颖而去渴求更难的修行过程会是没有意义的。很快，修行就会成为他不可忍受的负担。除非一个人已经实践了这些简单而且不起眼的净化方法一段时间，否则其他修行相关的特殊方法都是空谈。随着净化的进行，新的可能性开始显现出来，学生会发现知识开始流入到他的体内，更敏锐的视野会被唤醒，不同频率的震动会从四面八方到达他的身上，激活他对这些频率的回应。而在之前盲目和迟钝的日子里，他是不会对此有所回应的。或早或晚，根据他过去业力的情况，他会拥有这些体验，就像一个孩子在最初要经历学习字母表的困难一样，过去之后，他就会体验到识字读书的乐趣。学生会发现，那些粗心大意的日子里，不曾梦想过的知识领域以及掌控可能性的出现，在他面前展开了新的知识前景，一个更广阔的宇宙从各个方向向他展开。现在，让我们花一段时间来研究在睡眠和清醒状态下星光体的功能。当星光体可以独立的作为载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容易而且快速的去理解它的功能。我们在一个人醒着和睡着的时候去研究，会发现它的星光体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当它是醒着的状态时，星光体的活动、颜色的变化等等，都可以在物质身体的周围直接显化出来。但是当它睡着的时候，就发生了分离。我们观察到物质身体、稠密的肉身和以太体，它们独自躺在床上，而星光体漂浮在它们的上空。如果我们研究的人处于一般的进化层级，那么当他的星光体与物质身体分离的时候，呈现出的是一种形状不定的状态，也不能远离物质身体。这样的星光体对意识的作用不大。使用星光体的人处于模糊和梦幻的意识状态，不习惯远离他的物质身体进行行动。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他的意识几乎在沉睡，并不习惯独立地使用星光体。他也无法从星光世界获得明确的感知，也无法通过自己混乱的星光体
去清晰地表达自己。星光体的感觉中心仍然可以受到来来往往的思想形态的影响，这可能会激起它的一些低等的基于本性的回应。但是观察者的整个印象就是星光体处于困倦和疲惫的状态，缺乏明显的活动，无所事事地漂浮在沉睡的物质身体之上。如果发生一些事情，试图让星光体远离物质身体，那么物质身体就会醒来，然后星光体会迅速地重新进入物质身体。但是，如果被观察者是一个进化程度较高的人，或者说他习惯于在星光世界进行运作，会为了特定的目标使用星光体，观察到的现象则是，当物质身体入睡后，星光体从其中滑出，这个人在星光体中处于完全的意识状态，他的星光体也是轮廓清晰、有条理，外形就像是人的轮廓。意识就可以使用星光体作为载具，这个载具要比物质身体使用起来更加方便。与限制在更稠密的物质载具中相比较，在星光体中，它更加清醒，运作起来更加活跃、准确，理解力也更强，而且它可以在任何距离之间自由、快速地移动，同时不会对床上躺着睡着的物质身体造成一丝的扰动。如果人们还没有学会把星光体和物质载体连接在一起，如果在他睡着的时候，星光体从肉身中滑出时意识中断，那么即便他自己在星光层是完全清醒，并且是全意识的状态，当他回到稠密的物质身体时，他无法把在星光层发生的事情传递给物质身体的大脑。在这种情况下，他醒着的时候的意识，这是对我们意识中最受限形式的表达，不会把星光层的体验传递到他的意识当中。不是因为他不了解这些经历，而是因为物质载具太过于稠密，无法接收那些信息。有的时候，当物质身体醒来时，你会有一种感觉，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是没有记忆。然而，正是这种感觉证明了，在远离物质身体的星光层，意识的某些功能已经发挥了作用，但是大脑的接受能力不足以对发生的事情产生短暂的记忆。有的时候，当星光体回到物质身体后，人们成功的在以太体和肉体大脑上留下了短暂的印象。当肉体清醒时，在星光世界中的经历有着生动的记忆，但是这些记忆很快就消失了，很难再回忆起来。每次当试图回忆这些的时候，获取这些记忆的难度就变得越大，因为每一次的努力都会在物质大脑中形成强烈的震动，这些震动会打压星光层轻微的震动，或者这个人成功的通过物质大脑获取了新的信息，但是无法说出从何处或者如何获得这些知识的记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想法会出现在清醒的意识中，就像是自发产生的那样。解决的方法在尚未理解它之前出现，模糊的问题会被照亮。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进步迹象，这表明星光体组织良好，并且在星光世界中活跃的运作。尽管物质身体对这部分的体验接收仍然受限，不过有的时候，这个人成功的让物质身体的大脑接收到了星光层的震动，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加生动的、合情合理且连贯的梦境。这是大多数人偶尔享受的梦境。在这种梦境当中，他们感觉自己更有活力，不比醒着的时候差。他们甚至可以接收到对他们在物质层面的生活有帮助的信息。所有的这些都表明进步在发生，星光体在进化，整体在提升。不过，另一方面也要去理解的是，有一些在灵性层面取得真正且快速进步的人，在星光层活跃的运作，并且发挥着效用。然而，当他们回到物质身体之后，大脑却对他们在星光世界参与的事情
一无所知。不过他们会意识到，他们的意识正在不断的拓展，对灵性真理的启发也在不断的增加。所有的学生可以把这个事实当作一种激励，在这基础上建立自信，尽管他们的大脑对这部分超出物质层面的体验的记忆可能是空白的。当我们越来越多的为他人服务，当我们的努力变得对这个世界越来越有用，当我们对人类兄长的忠诚变得越来越强大和稳定，当我们在他们的伟大计划之中越来越真诚地寻求完美的完成我们分内的那一点点，我们就一定在发展我们的星光体，并完善它的功能，从而让我们的服务变得更加有效。不论我们对这部分有没有物质大脑的记忆，我们在深度睡眠中离开囚禁我们意识的肉体监狱，在星光世界中沿着有用的线路进行工作，帮助那些我们在物质层面无法接触到的人，用我们在星光层的方式给他们提供帮助和慰藉。这种进化正发生在那些心智纯洁、思想高尚、心怀服务愿望的人身上。他们可能在星光世界服务了很多年，但是却没有把记忆带回到低等意识当中。他们为世界变好行使出了远远超越他们认为自己所拥有的力量。对他们而言，在业力法则允许的范围内，要让物质世界和星光世界之间进行完整的意识流动，要打造一座桥梁，让记忆毫不费力地从一个世界传递到另一个世界。这样，当它从星光世界活动回来，返回物质身体时，不会有片刻的记忆丧失掉。这是摆在所有服务者面前的一条确切的道路。他们总有一天会获得这种不间断的意识，然后对他们来说，生活不再由白天记忆中的事情和夜晚的遗忘所构成，而是变成了一个连续的整体。当他使用星光体在星光世界作业的时候，物质身体被放在一边，以获得所需要的休息。他会保持头脑思想的不中断，知道自己何时会离开物质身体，知道自己离开物质身体后的生活，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来，重新与物质身体进行融合。就这样持续的进行，一周接着一周，一年接着一年。这种不间断、不知疲倦的意识，无疑是对个体自我灵魂存在事实的一种绝对肯定。身体是灵魂的外衣，可以随意的穿脱，并不是思想和活着所必要的工具。人们会知道，载具不是活着所必须的，没有载具的束缚，生活会更加活跃，思想束缚会更少。当到达这个阶段的时候，一个人开始更好地理解他所在的世界和他的生活，他会开始意识到有更多的可能性摆在他的面前。慢慢的，他会理解，人会首先获得物质层面的意识，然后是星光层的意识，在这之上还有其他更高的意识范围。他可以一个接一个的去获得这些层面的意识，在较高的层面变得活跃起来，可以穿越更广阔的世界，力量的使用范围也变得广泛。所有的这些都是作为圣者的仆人来服务和帮助人类的。然后物质层面的生活开始呈现它真实的用处。物质世界中发生的事情都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影响到它，因为现在它知晓了更丰富、更有活力的生命面貌，即便是死亡也无法影响他的心愿以及他想要帮助的人。物质层面的生活呈现出该有的面貌，这是人类最小的活动区间，它再也不会像以前那般黑暗了，因为来自更高领域的光照亮了最黑暗的隐蔽之处。现在我们把焦点从星光体的功能和可能性上转移至与星光体相关的一些现象。星光体可能会单独的让其他人看到，不论拥有物质身体与否。一个可以完全掌控星光体的人，可以随时离开物质身体去寻找远方的朋友。如果被访问的朋友拥有灵性视力，
比如说拥有星光视力，那么他就会看到他朋友的星光体。若是不具有这种能力，那么这样的访问者就可以从周围的大气环境中吸取一些物质层面的粒子，来形成些许稠密的载体供他使用，从而现身在他朋友的面前，让他的朋友可以用肉眼看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可以看到远方的朋友来访。这种现象远比大多数人想象中要普遍，因为很多人担心被嘲笑，说他们迷信，所以不会把经历讲出来。幸运的是，恐惧正在减轻。如果人们有勇气和常识说出他们知道的真实情况，很快我们就会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距离这个人物质身体很遥远的地方也可以出现他的星光体。在某些情况下，星光体可以被那些不常使用星光视力的人看到，也不需要借助外部的载体来让自己现身。如果一个人的神经系统过度疲劳，身体状况欠佳，生命力的脉动不如平时那般活跃，神经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太体的状况，这意味着以太体受到了过度的刺激。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会暂时的发展出灵性视力。比如一位母亲知道自己儿子在异国他乡陷入了病危，为他的状况焦虑而苦恼，这位母亲就会对星光震动敏感起来，尤其是在夜间物质身体活力最低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的儿子也在想着他，很有可能发生的是，他就会见到自己的儿子。这种星光体出游的情况更常发生在当一个人的物质身体死亡时。这些状况并非偶然，尤其是将死之人有强烈的心愿想要见到他心爱之人，或者是他想要传递一些特别重要的信息时。当他们在遗憾中死去，没有达成心愿时，就常常发生这些。死亡发生，脱离以太体和物质身体之后，如果我们去追踪星光体，我们会发现它的外观发生了变化。当星光体与物质身体处于连接时，星光层的不同亚层的物质是混合在一起的，稠密的和极为稀有的种类互相渗透和混合。但是死亡之后，这些物质的组合发生了重新排列，不同亚状态的粒子彼此分离，并按照稠密程度重新进行排序。星光体也因此呈现出分层的状态，成为一系列的同心圆外壳，最稠密的在外面。这里再次强调了我们在地球生活期间净化星光体的重要性，因为它决定了在物质身体消亡后，我们能否在星光世界任意活动。星光世界有7个亚层，人的活动受限于它星光体最外面的外壳组成物质所属的亚层。最外层的瓦解后，它会上升至下一个亚层，以此类推。一个进化程度很低的有着动物倾向的人，在他星光体中有很多粗糙和稠密的星光物质，这会让他处于星光世界的最低层，直至他星光体最外面的外壳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之前，这个人必须被囚禁在星光世界的那个地方，同时会遭遇到那个地方最恼人的体验。当最外层的外壳充分的瓦解，允许他离开那个地方时，这个人就会进入星光世界的另一个层面，或者更准确的来说，他可以接触到更高亚层的振动频率，所以对他自己来说，看起来似乎到了一个不同的地方。然后他会一直待在那里，一直等到他与第6个亚层共振的外壳褪去，进入第5亚层。他停留在每个子亚层的时间取决于他星光体中对应着子亚层那部分物质数量的多少。粗糙星光物质的数量越大，在较低层面待的时间也就越长。我们越是能多的摆脱这些粗糙的物质，我们在死亡另一侧的世界中延迟就会缩短。即便是这些粗糙的物质没有完全的消除，清理它们需要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在地球的生活中，意识会持续地从这些低等的刺激中抽离，而作为意识的载体，人们会发现，当意识抽离后，他们也不再能活跃地表达自己，载体会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这个人要在星光层的较低亚层停留一段时间，他也会在睡眠中安然地度过，感觉不到身边任何不愉快，因为他的意识不再通过这些低等的星光物质进行表达，不会通过它们与星光世界中由它们组成的事物打交道。当一个人在穿越星光层的时候，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净化了自己的星光体。他在自己的星光体中只保留每个亚层中最纯净和精微的元素，这样如果他提升至另一个亚层时，会即刻进入那个亚层之中。这个过程会很迅速，每一种物质的不同状态之间有一个称之为临界点的点，在这个点时，冰变成液体所需要的热量最少。到了下一个临界点，水会变为水蒸气。因此，星光物质的每个子状态都可能转变至一个临界点，成为更精细的状态。此时，任何额外的净化过程都会让它进入下一个子状态。如果星光体中的每一种物质都去经历这样一个子状态转化的过程，星光体就会被净化至最可能到达的精细程度。这样的话，星光体在穿越星光层的时候，速度会非常的迅速。完成穿越后，人们就会不受约束地进入更高的维度。另一件事情也与星光体的净化有关，不论是通过物质层面还是心智层面的净化，在下一次相继的转世时，这种净化的影响会在新形成的星光体中体现出来。当一个人离开星光层进入心智层时，他就不能继续携带那些邪恶的思想形态了。心智层的物质不能对那些邪恶的意念和欲望的粗糙震动进行回应，因此当一个人最终脱去星光体的残余时，他所携带的只是一些潜在萌芽或者倾向。这些萌芽在找到它们适合萌发的外在条件时，就会在星光世界中显化为邪恶的欲望或者激情。但是他的确携带着这些潜在的萌芽度过在心智层的生活。当他重新进行转世的时候，他就会把它们带回，并向外显化出来。通过磁性的吸引，他们从星光世界吸引到适合他们萌发的材料，并穿上与自己特质相符合的外衣，在即将到来的转世中成为这个人星光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居住在星光体之中，同时也在塑造下一次转世时我们使用的星光体。这就是要最大化的净化我们现有星光体的原因，利用我们现在的知识来为我们将来的进步服务。因为我们所有的生命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打破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生命。事实上，生命是永远存在的，并不是我们口中所说的有几条生命，或者生命的寿命是几天。我们也从来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展开一个全新的故事来开始我们的生活，我们是在旧的故事章节的基础上开始一个新的篇章。我们不能通过死亡来除掉前世的债务，就像我们睡一晚也不能摆脱个人债务那样。如果我们今天签下了债务，我们明天无法摆脱它，债权一直存在，直至它被解除。人的生命是连续且不间断的，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连接在一起的，不是孤立的。进化和发展的过程也是持续的，必须通过许多连续的在地球上的转世来进行。终有一天，我们每个人要去做这些事情。终有一天，每个人都会对低等的本性感到厌倦，厌倦了受制于动物的本性，厌倦了感官的专制。然后，这个人
将不再屈服于这些低等的欲望，他决定要打破这些囚禁他的束缚。的确，既然我们有权随时打破我们的束缚，为什么还要去延长它呢？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自救，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获得自由。我们拥有选择的权利，拥有自由意志。既然终有一天，我们都会在更高等的世界中肩并肩地站着，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打破我们的束缚，去宣称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打破桎梏，赢取自由，是从一个人决定让低等的本能服务于更高等的自我那刻开始的。在物质层面的意识中，他开始打造他更高等的身体，并寻求实现他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利的更高可能性。他的神性只是暂时被他的动物本性所掩盖。